看看他的眼睛，哪里像你们家的人？婆婆又开始了，手指在儿子小雨的照片上来回滑动。我心头一阵刺痛，不知第几次听到这句话。丈夫沉默不语，眼神却悄悄扫向孩子的脸庞。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雨声淅沥，婆婆的话像滴水穿石，一点点渗入我的梦境。我怎么也想不到，一纸鉴定结果竟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结婚8年，有个6岁的儿子小雨，这是我过去常挂在嘴边的自我介绍，简单的像一张老旧的全家福照片。照片上的我们笑容灿烂，阳光明媚，家庭和睦，3口之家如同树叶上的3滴露水，清澈透明，没有一丝杂质。我丈夫李明在一家外企工作，常年忙碌，1年里有1/3的时间奔波在外地。我在家里经营着一家小小的网店，生活节奏刚好能照顾到小雨的起居。小雨全名李宇轩，是我们的掌上明珠。她生得白净，眼睛大而明亮，鼻梁高挺，嘴角总是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这孩子不知道是遗传了谁的基因，越长越帅气，在我们小区里已经成了一个小小的明星。嫂子，你家小雨真是天生丽质啊！住在对门的邻居经常这样打趣我，我总是笑着回应，那是遗传了我的基因。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也掠过一丝疑惑。小雨的长相确实与我们家族的任何人都不太相像，但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我从未过多在意这一点。婆婆退休后，经常来我们家帮忙照顾小雨，特别是我丈夫出差的日子，有婆婆在，我也能安心工作。她对小雨极好，带她上学，接她放学，买她喜欢的零食，为她织毛衣，任劳任怨。我一直感激婆婆对小雨的疼爱，只是没想到，这疼爱之下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那是一个寻常的周末，春天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我家的阳台上。小雨在客厅里画画，婆婆坐在她身边，时不时抬头看她几眼。小玲，婆婆突然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奇怪的试探，你有没有发现小雨长得一点都不像明明？我手中的茶杯顿了一下，热水一出来烫到了手指。妈，您说什么呢？孩子小时候可能更像我，长大了可能会更像他爸。我笑着打哈哈，希望这个话题就此结束。婆婆却不依不饶，你看他的眼睛、鼻子、下巴，哪一处像明明了？倒是有点像对门王家的小子。我心里咯噔一下，连忙转移话题。妈，您看小雨画的画多好啊！婆婆似乎看出了我的不自在，没有再说什么。但那天的对话像一粒种子，埋在了我的心底。接下来的日子，婆婆开始频繁地提起这个话题。起初只是在我们3口人在一起的时候含糊地提及，后来竟然在亲戚朋友聚会时也说出来。你们看小雨长得真是越来越精神了，就是不知道像谁，反正不像我们李家的人。婆婆这样说着，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亲戚们面面相觑，有人尴尬地笑了笑，有人则悄悄打量起我来。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丈夫李明对婆婆的这些言论似乎并不在意，他工作忙碌，回到家里只想好好休息，不愿意卷入任何家庭纠纷中。妈就是嘴上没把门的，你别往心里去。她总是这样安慰我，但我知道这些话不仅仅是没把门那么简单。
婆婆的言论已经开始在亲戚朋友中引起议论，甚至有人背后指指点点，说我出轨，生下了别人的孩子。我尝试和婆婆沟通，希望她能停止这些无端的猜测。妈，小雨是我和明明的孩子，您为什么总是说这种话？我终于在一个晚上鼓起勇气问婆婆。婆婆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平静地看着我。我只是说实话，你自己照照镜子，看看小雨，再看看明明，难道你心里没数吗？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回应。算了，你别急着否认，我老了，眼睛还没花，看得清清楚楚。婆婆说完，起身走进了客房，留下我一个人在客厅里发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开始回忆怀孕的点点滴滴，小雨出生的每一个细节，试图寻找一些蛛丝马迹，证明小雨确实是我和李明的亲生骨肉。但除了坚定的内心确信外，我找不到任何可以说服婆婆的证据。随着时间的推移，婆婆的言论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她开始收集小雨和李明的照片做对比，甚至翻出李明小时候的照片，摆在一起给亲戚们看。你们看，这是明明6岁的时候，这是小雨现在，一点都不像是吧？明明小时候圆脸、大眼睛，鼻子塌塌的，小雨瓜子脸，眼睛虽然大，但形状不一样，鼻梁又高又直。婆婆滔滔不绝，像是在进行一场科学论证。亲戚们被她说的也开始怀疑，纷纷点头附和。我站在一旁，心如刀割，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李明渐渐也被婆婆影响，开始时常观察小雨的长相。有时候我会发现他盯着小雨看很久，眼神复杂。小雨虽然年幼，却异常敏感。他开始察觉到家里气氛的变化，变得沉默寡言。画画的时候总是画一个人站在角落里的场景。一天晚上，他突然问我：妈妈，爸爸是不是不喜欢我了？我心头一震，赶紧蹲下来抱住他。怎么会？爸爸最爱你了。小雨摇摇头，爸爸看我的眼神变了，奶奶也是。我做错什么了吗？我听了，心如刀绞，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孩子无辜的眼神像是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刮着我的心。你没有做错任何事，宝贝，爸爸只是工作太累了。奶奶是老人家，有时候说话不经过大脑，你别在意。我抱紧小雨，在他耳边轻声安慰，同时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不能让孩子在这种氛围中成长。家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我和婆婆之间的关系降到了冰点。李明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常常借口加班来逃避家庭矛盾。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把我拉到卧室，关上门，低声问我：小玲，小雨真的是我的孩子吗？这个问题如同一道闪电，瞬间击中了我。我不敢相信，这个问题竟然从我丈夫口中说出来。你竟然也这么想？我的声音颤抖着，眼泪在眼眶中打转。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你对我的了解就这么点吗？李明看着我的反应，似乎有些后悔问出这个问题，但他还是坚持道：我只是想确认一下，小雨长得确实和我不像，又特别像对门王家的孩子。我们当年结婚那会，你和王建民不是还有些交情吗？我气得浑身发抖。我和王建民只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就没怎么联系了。他比我们晚3年结婚，小雨出生的时候，他孩子还没影呢。你居然能怀疑到这种地步？李明沉默了，似乎被我的气势震慑住了。我不管你信不信，小雨绝对是你的孩子，不信咱们就去做亲子鉴定。
我气愤地说道。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亲子鉴定意味着我们的感情已经走到了需要用科学手段来证明忠诚的地步，但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婆婆的怀疑，丈夫的怀疑，都需要一个确切的答案来终结。亲子鉴定的话题像一颗定时炸弹，埋在我们家的客厅里，随时可能爆炸。我本以为李明不会当真，但我错了。他似乎真的对小雨的身世产生了怀疑，开始在网上查询亲子鉴定的相关信息。我们之间的气氛越来越僵，连话都很少说。小雨变得更加沉默，经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发呆。终于，在一次家庭聚餐上，炸弹爆炸了。那天是李明父亲的70大寿，全家人聚在一起吃饭，饭桌上气氛融洽，大家推杯换盏，谈笑风生。就在这时，婆婆突然把话题引到了小雨身上。今天全家人都在，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婆婆环顾四周，目光最后落在了我身上，我心里咯噔一下，预感到不妙。小雨都6岁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她长得一点都不像明明，倒是挺像对门王家的孩子？这句话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千层浪。饭桌上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我感到一阵晕眩，双手紧紧攥着筷子，指节发白。妈，您怎么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种话？李明终于开口，声音里带着愤怒。我说错了吗？婆婆不依不饶，这事早该解决了。我看咱们干脆去做个亲子鉴定，一了百了。好啊！我猛地站起来，眼泪夺眶而出。我们做亲子鉴定，做完了，您必须向我道歉。饭桌上的亲戚们面面相觑，有人试图打圆场，却被婆婆一句话顶了回去。李明拉着我的手，示意我冷静，但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6年了，我做错了什么要受这种污蔑？小雨是我的孩子，是我怀胎10月生下来的，我比谁都清楚。我哭着说道。最后，在一片混乱中，李明拍板决定去做亲子鉴定，以平息这场风波。回家的路上，车厢里静得可怕。李明专注地开着车，脸色阴沉。我靠在车窗上，泪水无声地流下。后座的小雨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小手紧紧攥着安全带，一言不发。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像往常一样给小雨讲睡前故事。我在阳台上坐了很久，望着星空发呆。李明走过来，递给我一杯热牛奶。对不起，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也不想的。我接过牛奶，苦笑了一下，做就做吧，反正结果我已经知道了。李明坐在我旁边，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无论结果如何，小雨都是我们的孩子。这句话让我心头一暖，但又隐隐感到不安。无论结果如何，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真的怀疑小雨不是他的孩子？第2天，我们带着小雨去了医院做亲子鉴定，需要提取血液样本。小雨很害怕，一直紧紧抓着我的手不放。妈妈，我为什么要抽血啊？小雨怯生生地问。我蹲下来摸了摸她的头，宝贝，这是一种常规检查，看看你的身体是否健康。我撒了谎，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向一个6岁的孩子解释亲子鉴定的含义。医生护士熟练地为我们3人分别抽取了血样，并告诉我们1周后可以来取结果。那1周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1周，每一天都在煎熬中度过。我无数次想象结果出来的那一刻，想象婆婆不得不向我道歉的场景，想象一家人重归于好的未来。但在这些想象的背后，还有一丝隐秘的恐惧。万一结果
真的出乎意料呢？不，我摇摇头，驱散这个念头。小雨是我亲生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就在我们等待结果的那段日子，小雨的行为变得更加异常。他开始做噩梦，半夜惊醒。他画的画全都是黑色的，没有一点亮色。他拒绝去幼儿园，说班上的小朋友都不喜欢他。我知道，这些都是家庭氛围紧张导致的。孩子就像敏感的雷达，能感受到成人世界的每一丝波动。看着小雨日渐消瘦的脸颊和暗淡的眼神，我的心如刀绞。我希望亲子鉴定结果快点出来，结束这场噩梦。1周后，医院打来电话，说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可以去取了。我和李明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紧张。我们一起去吧，李明轻声说。我点点头，心脏跳得厉害，几乎要蹦出胸腔。婆婆坚持要一同前往，我们没有拒绝，毕竟这场闹剧就是她挑起的，她也应该面对最终的结果。小雨由对门的张嫂临时照看，我们3人驱车前往医院。路上，婆婆坐在后排，不停地说些有的没的，好像要掩饰自己的紧张。李明一言不发，目视前方，手指在方向盘上敲打着。我靠在车窗上，望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风景，心里祈祷着一切顺利。医院的走廊似乎格外漫长，我们3人沉默地走向鉴定科室，脚步声在空荡的走廊上回响，像是某种不祥的预兆。推开门，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医生正在电脑前工作。见我们进来，他抬起头，微微一笑：“你好，我们是来取亲子鉴定结果的。”李明说道，声音有些发抖。医生点点头，翻开了一个文件夹：“请问是李先生一家吗？”我们点头确认。医生取出一份报告，低头看了看，表情有些微妙。结果已经出来了，不过医生欲言又止，目光在我们3人之间游移。有什么问题吗？李明急切地问道。医生调整了一下眼镜，递给我们报告：“你们自己看吧。”李明接过报告，我和婆婆立刻凑过去，3个人一起盯着那密密麻麻的数据和文字。看到结果之后，我顿时懵了。最后一行结论清晰地写着：鉴定对象李明与样本儿童李宇轩之间无血缘关系，排除亲生父子关系。那一刻，我完全懵了，脑海里闪过无数画面，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切。李明面如死灰，婆婆则一脸我早就说过的表情。正当我即将被指责不忠时，医生翻到第2页报告，又露出了困惑的表情。这很奇怪，他指着第2页说：“根据 DNA 比对，这个孩子与母亲样本也不存在亲子关系。”我的世界瞬间崩塌。什么？我失声尖叫，这不可能！我是小雨的妈妈，我生了她。医生神情复杂地看着我：“夫人，科学检测是不会出错的。我们已经反复核对过样本，结果显示这个孩子与您2位都没有血缘关系。”我浑身发抖，感觉一阵眩晕，差点跌倒在地。李明一把扶住我，但他的手也在颤抖。婆婆先是一脸得意，但听到小雨与我也无血缘关系后，表情变得困惑起来。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孩子在医院被调换了？她疑惑地问道。医生无奈地摊了摊手：“这种事情确实有可能发生，但非常罕见。如果您怀疑有这种情况，可以向当年的生产医院查询相关记录。”我站在那里，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走了。我清楚记得小雨出生的每一个细节，记得她刚出生时皱巴巴的小脸，记得护士把她放在我怀里的那一刻。这怎么可能不是我的孩子？
李明似乎也陷入了震惊之中，他反复翻看着那份报告，好像希望多看几遍，结果就会改变。这一定是搞错了。我抓住医生的手臂，急切地说：“能不能重新做一次？”医生同情地看着我：“夫人，我们的操作流程非常严格，出错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如果您坚持的话，可以重新取样检测。”就这样，我们当场又抽了一次血。医生承诺3天后给出结果。回家的路上，车里的气氛比来时更加压抑。李明不停地摇头，嘴里念叨着：“不可能，这不可能。”婆婆坐在后排，一言不发，眼神复杂地看着我，而我则陷入了一种恍惚状态，感觉自己像是做了一场噩梦，随时可能惊醒。回到家，看到小雨天真无邪的笑脸，我的心都要碎了。无论鉴定结果如何，他都是我的孩子，是我从小一手带大的宝贝。但现在一切都变得不确定了。如果小雨真的不是我的亲生孩子，那我的孩子在哪里？如果医院真的报错了，那意味着有另一个家庭抱走了我的亲生骨肉。这个念头让我感到一阵恐惧和心痛。小雨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异常，走过来拉住我的手：“妈妈，你怎么了？为什么哭了？”我这才发现自己的脸颊已经湿透。我蹲下来，紧紧抱住小雨：“没事，宝贝，妈妈只是太爱你了。”我哽咽着说。小雨伸出小手，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水：“别哭了，妈妈，我会永远爱你的。”这句话像一把利剑，刺穿了我的心。无论血缘如何，小雨都是我的孩子。但现在，我不得不面对一个可能性：这6年来，我可能一直在抚养着别人的孩子，而我的亲生骨肉却在别人家成长。这个念头让我感到一阵撕心裂肺的痛。3天后，第2次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了，与第1次完全一致。医生再次确认，小雨与我和李明都没有血缘关系。这个结果彻底击垮了我。我跪在医院的地板上，失声痛哭。医生和护士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安慰我。李明也陷入了沉思，他蹲下来，抱住我的肩膀：“小玲，别哭了，我们得想办法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婆婆站在一旁，神情复杂。这孩子不是我们李家的血脉，也不是小玲的亲生骨肉，那他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医生建议我们去当年生产的医院查询相关记录，看看是否可能存在抱错婴儿的情况。我和李明立刻行动起来，驱车前往6年前我生产的医院。那是一家3甲医院，设施完善，管理严格。当我们提出怀疑抱错婴儿的可能性时，院方表示高度重视，立即组织了专门的调查小组。我们被带到一个会议室，等待调查结果。几个小时后，医院的院长亲自来见我们，带来了当年的相关记录。李太太，根据我们的查询，您生产当天，产房里确实有2个男婴出生。院长翻开记录本，另一位产妇姓王，生产时间比您早2个小时。我和李明对视一眼，心中同时闪过一个名字：王建民，我大学的同学，现在住在我们对门的邻居。请问那位产妇的全名是？李明紧张地问道。院长查看了一下记录：王语嫣，丈夫姓王，叫王建民。我倒吸一口冷气，居然真的是他们！难怪小雨长得像对门王家的孩子，因为他很可能就是王家的亲生儿子。我们需要进一步调查，院长说道。但从目前的记录来看，当天负责您2位产妇的是同一个护理团队，理论上确实存在抱错婴儿的可能性。我心里五味杂陈，
如果证实医院报错了孩子，那意味着我们要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是否要换回孩子？李明似乎读懂了我的心思，他握住我的手：“别担心，我们一步一步来，先确认事实，再考虑后面的事。医院承诺会尽快调查清楚，并联系王家夫妇协商解决方案。”回家的路上，我们经过王家门前，不禁多看了几眼。门口正好站着一个小男孩，约莫6、7岁的样子，圆圆的脸蛋，他的鼻子与李明小时候的照片惊人的相似。我的心猛地一跳，一种奇怪的感觉涌上心头，那可能就是我的亲生儿子。李明也注意到了那个孩子，他的手在方向盘上握得更紧了。你觉得他像我吗？李明轻声问道。我点点头，泪水再次涌出眼眶。像，很像。我们没有在王家门前停留，继续驶向自己的家。推开家门，小雨扑过来，抱住我的腿。妈妈，你们去哪儿了？我想你们了。我蹲下来，紧紧抱住小雨，心中的爱意丝毫未减。无论血缘如何，6年的相处已经让我和小雨建立了深厚的母子感情。妈妈今天怎么抱得这么紧啊？小雨天真地问道。我擦掉眼泪，勉强笑着说：“因为妈妈太爱你了。”晚上，我和李明坐在阳台上长谈，要不要告诉王家真相？李明问我，声音低沉。我沉默了很久，终于说道：“先查清楚是怎么回事再说。如果真是医院报错了，我们不能隐瞒。”李明点点头，但即使查清了，也不代表一定要换回来。6年了，感情已经建立起来了。我握住李明的手，感激他的理解。第2天，医院打来电话，说已经找到了当年的护士长和几位护士，希望我们去一趟。我们赶到医院，见到了当年负责我和王太太的护士长，一位中年女性，神情严肃。李太太、王太太，经过我们的调查，当天确实有可能发生了婴儿抱错的情况。护士长说道，2位产妇的分娩时间很接近，而且都是男婴，标识牌可能在护理过程中被调换了。我感到一阵眩晕，这个我一直不愿相信的猜测，现在几乎成了事实。医院表示会承担全部责任，愿意提供心理咨询和经济赔偿，但最终如何处理，还是要我们2家自己商量决定。回家的路上，我看着窗外飞掠而过的风景，心情复杂到无法言喻。婆婆知道结果后，反应很奇怪，她没有责备医院，也没有提出要换回孩子，而是一直沉默不语，眼神闪烁。李明忙着与王家沟通，商量如何处理这个困境，而我则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如果我当初更加警惕，是不是就能避免这一切？6年了，我错过了亲生儿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而他却在另一个家庭长大，叫别人妈妈。这个念头让我夜不能寐，但同时我又无法想象失去小雨的生活。他是我一手带大的孩子，每一个笑容，每一次哭泣，每一个成长的瞬间，都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我和李明约了王家夫妇见面，准备商讨解决方案。这是我们搬到这个小区后第1次正式拜访对门的邻居。之前，我们只是礼节性的打招呼，从未深入交流。王建民夫妇待我们很热情，他们的儿子小凯正在房间里写作业。看到小凯的第1眼，我和李明都愣住了。这孩子简直就是李明的翻版，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甚至连说话的腔调都有几分相似。王太太似乎也注意到了我们的反应，是不是觉得小凯很像李先生？我们也觉得奇怪，
明明我和他爸都不是这种长相。我们坐下来，把亲子鉴定的结果和医院的调查告诉了他们。王家夫妇起初不敢相信，但当他们看到鉴定报告和医院的记录后，脸上的表情变得异常复杂。所以，小雨可能是我们的孩子，小凯可能是你们的。王太太声音颤抖地问道。我点点头，泪水再次涌出眼眶。在这个混乱的时刻，李明突然提议，要不我们先做个亲子鉴定吧，确认一下小凯是不是我们的孩子。王家夫妇同意了，我们约好第二天一起去医院。回家的路上，李明突然问我，你有没有觉得婆婆对这件事的反应很奇怪？我回想了一下，确实如此。从得知鉴定结果到现在，婆婆一反常态，变得异常沉默。她甚至没有表示要见见可能是亲孙子的小凯。你觉得她知道些什么？我问道。李明摇摇头，不知道，但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当晚，李明直接询问婆婆：妈，您对这事怎么看？婆婆避开我们的目光：医院搞错了，那也没办法，你们自己拿主意吧。这个回答太敷衍了，完全不像婆婆的风格。我和李明对视一眼，都感觉到了异常。第二天，鉴定结果出来了，小凯确实是我和李明的亲生儿子。这个结果彻底确认了我们的猜测，医院报错了孩子。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两家经常往来，让孩子们慢慢适应彼此的存在。但我始终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婆婆的反常表现让我心存疑虑。一天，我在整理婆婆的房间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上锁的抽屉。好奇心驱使我找来备用钥匙，打开了抽屉，里面有一本陈旧的日记本。我小心翼翼地翻开，映入眼帘的是婆婆工整的字迹。翻到6年前我生产的那段时间，我的心跳几乎停止。今天灵儿生了，是个男孩，但我看了看，这孩子长得一点都不像我们李家的人，眉眼像灵儿娘家的。我心里有些不舒服。产房里另一位产妇也生了男孩，听说是灵儿的大学同学，真是巧了。我偷偷看了那孩子，长得很像明明小时候，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我做了一个决定，可能会被骂，但我认为这是为了李家香火着想。后面的内容让我惊恐地捂住嘴巴。婆婆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她如何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候，趁护士不注意，调换了2个婴儿的名牌。她写道：灵儿娘家人都长得一般，而且家境也不好，王家的孩子明显更像我们李家的人，将来肯定也更出息。为了李家的后代，我只能这么做了。我的手剧烈颤抖，泪水模糊了视线。原来真相是这样，不是医院的失误，而是婆婆蓄意调换了婴儿。我拿着日记本找到李明，他看后也震惊地说不出话来。这不可能，我妈怎么会做这种事？李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日记本上的字迹确凿无疑，那是婆婆的亲笔所写。我们决定当面质问婆婆。婆婆回来后，看到我们手里的日记本，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你们看了？她声音发抖地问道。我点点头，声音冰冷。妈，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婆婆颓然坐下，泪水顺着皱纹滑落。我知道这么做不对，但那时我只想着李家的后代必须优秀。灵儿，我知道你恨我，但我真的是为了这个家。李明震怒。妈，您知道您做了什么吗？您剥夺了我们抚养亲生儿子的权利，还让2个无辜的孩子生活在谎言中。婆婆痛哭流涕。我错了，我真的错了。这些年，我一直活在愧疚中。看到小鱼长大，我越来越后悔当初的决定。但事情已经做了，我不敢说出真相。我冷静地问：
是您一个人做的，没有其他人参与。婆婆点点头，就我一个人。那天晚上，护士去休息了，病房里只有我和另外几个家属。我趁机调换了名牌。真相揭开的那一刻，我心中五味杂陈，既愤怒于婆婆的自私，又心疼2个孩子的遭遇。我们决定把真相告诉王家夫妇，他们听后也是震惊愤怒，但很快冷静下来。毕竟这6年来，我们都已经与各自抚养的孩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经过几天的商议，我们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不换回孩子，但让2个孩子知道真相，并允许他们与亲生父母建立联系。这个决定是出于对孩子的考虑。6岁的孩子已经有了自己的情感认知，突然换一个家庭，对他们的心理伤害太大。我们希望在维持现状的同时，让孩子们慢慢接受这个复杂的事实。李明的态度很坚决，妈，您必须向所有人道歉，尤其是王家和2个孩子。婆婆点头认罪，表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甚至愿意搬出去住，不再干涉我们的家庭生活。半年后，2个家庭决定一起举办一场特殊的家庭聚会。我们告诉了孩子们一个简化版的真相，因为一个意外，他们生下来就被调换了。但无论如何，现在抚养他们的父母都深爱着他们。2个孩子的反应出乎意料的平静。小雨抓着我的手问：“妈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有2个妈妈、2个爸爸了？”我点点头，眼含泪水：“是的，宝贝，你很幸运，有2个爱你的家庭。”小凯也问王太太类似的问题，得到了同样的回答。2个孩子很快成了好朋友，经常一起玩耍，分享玩具和零食。我们2家也渐渐融为一体，经常聚餐，一起出游，成了一个特殊而温暖的大家庭。婆婆被原谅后，变得格外慈祥，对2个孩子都视如己出，尽力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李明说：“也许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吧。命运让我们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连接在一起。”王太太点头赞同：“是啊，我们得到的不是失去一个孩子，而是多了一个家庭。”1年后的春天，我们4个大人带着2个孩子去公园野餐，阳光明媚，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嬉戏，欢笑声回荡在空气中。看着这一幕，我心中的创伤渐渐愈合。那天晚上，小雨钻进我的被窝，小声问我：“妈妈，你会不会更喜欢小凯一点？毕竟他是你亲生的。”我紧紧抱住他：“傻孩子，你就是我的宝贝，妈妈爱你，不会因为血缘而改变。”小雨满足地笑了，靠在我胸前沉沉睡去。看着他熟睡的小脸，我轻声说道：“亲情不在血缘，而在心中。”10年后，2个男孩都长成了阳光帅气的少年。他们知道自己的故事，但从不以此为负担，反而引以为傲，常说自己拥有2个家庭的爱。婆婆在满足中离世，临终前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原谅我，让我看到这么温暖的结局。”我哭着点头：“妈，一切都过去了，人生没有完美，但爱可以弥合一切创伤。”在这个特殊的家庭里，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方式。不是所有的错误都能被修正，但爱可以让伤口愈合，让生活继续前行。这就是我们的故事，一个关于错误、原谅与重生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亲情的定义被重新书写，家庭的边界被重新划定。我们学会了接受命运的安排，也学会了用爱创造自己的命运。6岁那年，因为一张亲子鉴定报告，我们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但正是这个改变，
让我们拥有了更广阔的爱与更深刻的人生体悟。如今回首，那些曾经的痛苦与纠结，都已化为生命中珍贵的财富。而小雨依然是我最爱的儿子，无关血缘，只因心灵相通。他常说：妈妈，我很幸运，因为意外，我得到了双倍的爱，这大概就是命运最好的安排吧。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